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ego Lover，我是 Apple，我喜欢搭 Mock，我有自己的 Sig Fig，还喜欢 CMF 系列。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，这是我第一支 YouTube video。其实今天我主要想分享一下我和乐高的故事。Story time。我是从小就喜欢乐高，喜欢动手玩的东西。我的第一套乐高套装是大概97年、98年的时候，我的小妈送给我的。小妈就是我妈妈的亲妹妹，她当时带着我跟她闺女，也就是我表妹，去到北京的一个大商场，叫 SOGO， 在之前的宣武区，现在都改成西城区了，很多年前了，带我们去买玩具。当时呢，他就想给我们买一些益智类的玩具，就比如说那种可以动手玩的呀，可以搭的呀。然后我们俩就说要选乐高，他就说那没问题，你们选吧。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，SOGO 当时那个整个商场有活动，就是买1000块钱就返200块钱的券儿，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选了一些大一点的套装，比如说那种500-600的，就平时都不舍得买的那种。然后买完之后返完券，我们又回去又选了一些小的套装，就那种100块钱之内的。所以当时那几套乐高，我就爱不释手，拆了拼，拼了拆，拆了又拼，拼了又拆。当时我印象特深的，我第一套套装就是比较大的那个乐高，中型吧，不是很大的一套乐高，我拆到最后，搭到最后，我都能记住每个件是怎么拼的，完全不用那说明书，那说明书好几十页，完全都不用看，所以就可想而知我当时喜欢那套乐高的程度。后来乐高其实停了很多年，是因为国内的话买乐高套装其实蛮贵的，是一个很烧钱的一个玩具。那当然，作为成人来讲，就是一个很烧钱的爱好了。所以我真正又开始回到搭乐高这么一个爱好，是我到了美国之后。我是从大概17年下半年，快到年底的时候，正式的成为一个特别 serious 的 AFOL 或者 AFOL。就是 Adult Fan of Lego，AFOL。其实这个词我不知道它正确的发音是什么，因为我的一些美国朋友或者说欧洲朋友，有人说 Apple，有人说 Apple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应该念什么。反正意思就是成人乐高爱好者。我们这个群体其实非常的庞大。我主要跟他们联系的方式是通过 Instagram。我也是当时建了一个专门关于乐高的 Instagram 账号。自从用了开始以后呢，就放弃了我之前的 Instagram， 就只用这个乐高专享的 Instagram 账号了，一直用到今天，快2年的时间了。在上面呢，其实我主要分享几个系列的我的一些小的作品。最开始呢，我就去建一些小的场景，主要是室内的，比如说一些小的房间呀，一些小人的一些屋子呀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比较自豪的一套呢，就是我们当时正好在搬家，然后我就搬到新家之后呢，我就有一个创想，想把我们整个这公寓的这个设计图 layout 给它拼起来。所以我平时主要用的就是16×16，大概这么大方形的那种小的底板儿，通过那个底板往上插，然后搭一个小的那个房子之类的小房间。所以我当时就搭了什么2个卧室啊，就是一个卧室一个书房，然后有卫生间，有客厅，有厨房，然后把那些通过底板的底下给它连起来，弄了一个大的一个公寓的一个 layout 图，就是一个设计图纸。直到今天呢，我都觉得那是我特别自豪的一个作品。但可惜因为我砖不多，所以那些做好的作品呢，我会把它拆了，拆了以后再重新做，所以就挺可惜的。现在都那些东西只有照片了，没有真正的实物了。后来大概18年，可能上半年开始吧，就是我有一个新的想法。因为我去过不少地方，去过一些国家，然后美国也游了很多很多城市。我每到一处呢，就喜欢买一些明信片，然后呢，就是拿回来当纪念品嘛，挺好看的。我之前呢是把它贴墙上，但是后来因为我搬了新家之后，这个新房子吧，它比较事儿，不太喜欢让我们贴东西，因为贴了东西以后留印儿吧，你之后走的时候还要去给它腻上。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麻烦，那些明信片就相当于搁置了。后来我就觉得明信片的大小其实跟那个16×16底板是挺搭的，所以我就把明信片作为背景，然后搭在那个底板上，底板上再有一些拼插，一些小人儿，一些东西，创造一个场景，就是那个系列叫 A Scene in the City。
那个系列我做了蛮久的，其实现在还有几个明信片没有做，但是因为最近都比较忙，没有时间去做。但是那个系列我一定会把它完成，大概有几十个作品吧，我具体的没有数，但是照片应该是很多的。那今年应该是今年初开始，因为慢慢的明信片的系列做的差不多了之后，我就开始转做另外一个系列，叫 My Little Friend's Room。因为我特别喜欢乐高小人儿，所以就是每一个小人的外观都是很有特点的，而且每个小人背后其实都有故事。因为乐高跟很多的一些，比如动画片啊、电影啊里面的一些人物都有合作，所以他们都是有那些电影或者故事原型的。那我就比如说今天选一个小人儿，然后这个小人儿他的房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，或者说他会有什么样的朋友，他的房间会摆什么等等之类的。这个系列做的不是很多，但是慢慢会越做越多，我相信。除了搭这个16×16小的迷你场景或者小的房间之外呢，我平时喜欢攒小人儿，比较喜欢那个 Collective Minifigure 系列，就是 CMF 系列。这个系列乐高目前已经马上要出第19还是第20套了，就是有美猴王的那一套。出了很多很多。早期的当然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来美国，在国内，而且没那么多零花钱，当时也没有把搭乐高当成一个特别serious 的爱好，所以没有早期的那些乐高小人都很可惜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了，或者价钱已经非常非常贵了，我也不想再花那么多钱去买它们，所以我是后期的一些，就是从16、17年差不多开始的一些系列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一般一套小人有16到20个，就16个或者20个，好像有的有18个之类的，差不多在这个范围内。那如果这一套里我超过一半我都非常喜欢、非常想入的话，我就会从eBay上把这一套都拍下来。原因是因为这个乐高小人抽乐嘛，可能很多乐高迷都知道，它是那种你在外边看不见里头是什么，所以好多人就完全得靠摸。但是我呢又不想去一个一个摸它们，因为感觉自己没那个能力或者水平，还达不到那个境界，摸不出来里头是什么。所以你买回来很可能就是重复的，还不如就是上市了之后等几个月，那eBay上一般就有一些卖家他会买一套，他可能是便宜的时候买的，或者买一大盒之类的，那他就会一整套的卖。其实有时候价钱比你买的那个市面上的价钱还要低一些，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划算的，一下一套就入了，而且还能便宜一些。所以这是我攒小人的一种方式。还有就是我喜欢带着小人去旅行。其实这个系列呢，或者说这个方式是很多乐高迷都喜欢做的。就是我 Instagram 上很多的网友，他们都比如说到处游玩啊，或者每天出行比较多，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小人，就是 Sig Fig，或者说带着一些喜欢的小人啊，或者一些插件，然后到一些地方，比如公园啊，或者就是路边儿。一些什么野花啊，什么草丛边呀，或者跟自己宠物啊等等各种地方去拍一些外景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然后我也会分享一些这类似的照片。但是我带着小人去旅行是从创建了我这个乐高 Instagram 账户之后才开始有的，所以慢慢希望会增加更多吧。当然，我平时也会买一些乐高的套装。目前来讲的话，我买的乐高系列最多的是 Ideas 系列。我觉得乐高这一点做的就是非常非常好，因为它会鼓励这些乐高迷去创作更多的作品。乐高的官网上有一个专门的网站，有一个专门的分区是 Ideas 的这个分区。这个分区的目的呢，就是鼓励那些乐高迷去进行自己的创作。创作完之后呢，你可以是实体的，直接拿砖搭起来的一些作品。你拍照片然后上传，还有一些人呢直接用一些就是乐高的一些软件，那个软件里会有不同的砖，然后也是搭，但是出来是一个设计图纸，你把它发到网上，然后跟所有的网友去分享。那如果网友喜欢你，会对你进行投票，之前只要达到1000个投票就可以进行这个乐高官方的审批，但是因为现在投稿的人太多了，所以他们把这个门槛变得特别高，突然变到了10000投票才可以进行乐高审批。其实我的梦想就是以后能够搭一个属于自己的 Ideas 系列，
然后这个作品能够达到1万的投票，能够最终通过乐高的审核，进行这个产品的验收也好，上市也好，最终成为一个我的作品，那是我终极的梦想。但是可能现在来讲的话，还是进行一些小的创建或者拼搭比较多。我的很多网友其实他们都买了很多 Creator 系列，那个系列呢都是比较大型的建筑，很多人呢建了自己的乐高城市，小的乐高城市。当然了，人家的地方可能很大，就是一个地下室或者一间屋子专门就是放乐高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公寓，条件还是非常非常有限，所以目前没有这个条件去做这个事情。但是这也是我的梦想吧，希望有一天可以达成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到达那里，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。因为那个系列不仅占地方，而且其实比较烧钱，每一个 Creator 系列都比较贵，所以目前还没有入坑的打算。我的套装除了 Ideas 系列，就是一些中小型的套装，因为我之前提到我比较喜欢乐高小人儿，所以很多不同的系列，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个是《玩具总动员4》的系列。那这里面的一些小人我就比较喜欢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小套装入了。还有一些，比如说像有中国特色的这个系列，我也买了。那我比较喜欢的目前这个 Ideas 系列呢，就是这个鱼屋。这一套呢，也是我目前买的最大的、最贵的一套乐高套装。它是1年2年前上市的，差不多1年或2年前上市的，也是一个网友设计的。不管是细节还是拼搭还是颜色，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好，所以这一套我自从搭起来之后就没有再拆过。但是很多中小型的套装，我都会给他们搭起来以后会拆掉，当然我可能会摆一段时间。那这个乐高其实挺容易存土的，摆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就会一层土，而且我喜欢有自己的小创作，所以一些搭件的话，我希望能利用起来，所以一般摆一段时间我会把它们拆掉。拆掉之后呢，我有很多不同的盒子或者格子去放我这些不同的砖。以后呢，我会做一个专门的视频去介绍我如何收纳我的这些不同的砖。在这个频道呢，我可能会做一些拆箱，会做一些小的拼搭的介绍。当然，这些拼搭呢，你们可能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些灵感，或者比如说一些小的，比如说是一个沙发呀、一个电视啊、一个柜子呀，大概是怎么搭起来的。有一些想法可以从我这里学习，当然主要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。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，比如说你喜欢什么套装，你喜欢什么搭件儿，你喜欢什么砖，或者说什么东西你觉得怎么搭更好，怎么利用起来，怎么收纳等等等等，我都希望跟大家可以交流。我最终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可以做一些 slow motion Lego slow motion。其实有一些网友，就是 YouTube 我看的比较多，平时是一个我看视频的一个媒介，就是比如说国内一些电视剧呀、一些真人秀啊，或者一些综艺节目什么的，或者一些博主上传一些视频，我都通过 YouTube 来看。有一些喜欢乐高的，就乐高爱好者呢，他们会做一些乐高 Lego slow motion，就是其实这个工程是很大的。比如说，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小的场景，就是一个小人儿，他游泳，跳入水游泳。他从站在台子上入水到开始有游泳的动作，出水入水，整个这一系列可能要拍几百张照片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。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做一个这种小的乐高动画，但是目前来讲的话，我可能主要侧重于一些小的拼搭的分享和一些拆箱，还有一些乐高的 review 等等。好啦，今天基本上就到这里吧，因为我今天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频道，大概我跟乐高是怎么结缘的，是怎么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特别 serious 的成人乐高爱好者。以后呢，我会上传更多的视频去分享我的日常一些拼搭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可以订阅还有就是我有一个 Instagram 账号，现在用了已经快2年，叫 LEGO Lover。LEGO OOLOVER。在上面呢，我基本上会日更，每天都会更新各种关于乐高的照片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浏览一下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。在上面也可以给我留言，可以跟我进行一些乐高或者玩具或者任何的一些交流都可以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